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今天我们一起聊3个话题：一、俄乌和谈要黄了吗？川普又被耍了。2、美联储要听川普话降息了。3、A 股爆火下看懂中国经济。我们先谈谈俄罗斯和乌克兰和谈问题，谈谈普京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川普在入戏如此之深之后，还有没有准备其他招式？当下全世界都活在川普导演的真人秀里，在这个秀里，剧情如果在1周里没有出现2次反转，川普都担心世界人民会活得太无聊。哪怕是在俄乌和谈这个关乎战争和生命的重要问题上，川普居然也成功的让剧情在1周出现了2次反转。周一8月18日，川普在白宫以万国来朝的姿态接见了泽连斯基和欧洲数国领导人，并在和这些紧急从欧洲飞来的领导人会谈的同时，直接和普京2次通话，确认对方的态度，然后和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制定出一个明确的2步走的进程表。先安排泽连斯基和普京举行双边1对1高层会晤，然后如果有必要再进行美俄乌3方首脑会谈。这个充满信心的方案向世界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川普感觉2周内世界就会看到俄乌和谈将出现积极的结果。我承认8月18日那天晚上，我也被川普设计的这个情节给深深的感染了，也开始大胆的憧憬那个没有战争的欧洲未来了。但短短3天后，画风突变，故事情节再次反转。8月21日周四，川普在真相平台上发帖说，乌克兰要想赢就必须得进攻俄罗斯，并且打比方说，这就像一支防守超强的球队却不被允许冲过半场去进攻。最后川普还加了一句，未来将是充满变数的时代。川普这个言论让人大吃一惊。在他没上台，川普曾猛烈抨击过拜登政府给乌克兰提供能打到俄罗斯境内射程190英里的导弹。当时他对《时代》杂志说，我强烈反对向俄罗斯境内数百英里发射导弹，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只会使这场战争升级。当然，此刻全世界都知道川普的态度为什么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因为周二，俄罗斯拒绝了川普2步走方案的第1步，也就是安排普京和泽连斯基进行1对1的首脑会晤。8月22日周五，川普进一步给俄乌和谈这出戏的情节加码，再一次祭出他经典的2周通牒。川普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2周之内我就能看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到底是什么态度，我会看到底是谁的错。川普暗示，如果2周后俄乌和谈还没有任何进展，川普就可能做出下一步的决定。川普暗示，他的决定既可能是大规模的制裁，也可能是大规模的关税，但是也可能是川普在俄乌和谈问题上不管了，开始躺平。对于这个躺平方案，川普甩出一句话，这场战争毕竟是你们俄乌双方的事儿。显然，川普结束俄乌战争的乐观情绪出现了消退的迹象。目前媒体和社交平台上的主流观点是，这次是川普被普京给彻底的骗了。也有网上朋友友善的提醒我，这次我好像也被川普给忽悠了。我认真审视了我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依据的事实和推理的逻辑过程。我在整个分析过程中非常注意我依据的事实本身的真实性，尽量回避那些来自持不同观点的媒体或社交平台的分析和报道，而是主要依据川普和其他直接参与人员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帖子。那些帖子虽然是真的来自直接参与此事的人，但是同一个事情，因为从不同的视角抱着不同的立场，第一参与人的描述也会有个人观念掺杂其中。普京在过去很多国际事务上出尔反尔的表现，让很多欧洲和美国的职业政客对普京持着绝望式的怀疑。一位曾经担任美国乌克兰问题特使的官员，对俄乌和谈的悲观态度就非常有代表性。他说，
我们现在的状态和2周前一样，和6个月前也没什么区别。交战双方永远也不会达成协议，普京绝对不会同意。但是川普骨子里却是个理想主义者，川普想快速解决俄乌战争的心是真实的。已经近80岁的他，总是想用他在几十年商场惯用的手段，期望用他的个人交情外加雷霆手段去解决这场俄乌战争。但是结束这场造成数百万人伤亡的战争的难度，绝对不能和谈一笔地产交易的难度相提并论。人类任何一场战争注定都会结束，未知的只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结束的问题。在2022年俄乌战争刚刚爆发时，我就预测这场战争的发展大概率会走上当年朝鲜战争的路子。目前看，俄乌战争的发展基本符合我当年的预测。虽然整个朝鲜战争历时2年，但是朝鲜战争交战双方从战争刚开始半年就进入了谈判的状态，但是到最后双方正式达成那个临时停火协议，也用了1年半的时间，相当于整个朝鲜战争的主体始终处于边谈边打，打完了再谈的状态。为什么？因为人性使然，人投入越多的事情，人就越执着，越难以放弃和割舍。感情方面是这样，投资方面是这样，战争也是这样。越是长期的惨烈的战争，双方和谈的难度就越大。交战双方都感觉自己在战争中投入了太多，因此双方都不希望战争在没有实现自己目标的情况下就戛然而止。而且边谈边打的战争往往会更残酷，因为交战双方都在幻想着自己的下一次进攻就会是敌人精神全面崩溃的开始，是在谈判桌上全面接受自己谈判要求的开始。这样的战争最终只有一个让交战双方停下来的办法，那就是加大让战争给双方带来的痛苦感，用战争的痛苦把双方都折磨到精疲力竭的程度。难熬的痛苦是唯一能有效劝说交战双方选择割舍、选择放弃自己战争目标的途径。虽然人类战争的方式在发生变化，但是人性却没有变。很多媒体分析说，普京和川普在阿拉斯加见面就是在戏耍川普，普京本人根本没有停战的意愿。我倒不这么认为，对于绝大多数战争，谈判都是迟早的事情。现在普京答应开始进入和谈的状态，还能免费卖给川普一个面子。问题的关键还是，普京目前还是希望在走向谈判桌前给自己积攒更多的谈判筹码。俄罗斯在和川普团队谈判时就明确提出了他们停战的条件，只是俄罗斯提出条件在乌克兰看来实在是太荒谬了。不过荒谬的概念是相对的，如果我们假设俄军在未来的战斗中真的把整个顿巴斯地区攻下来了，那时普京目前的要求就不显得那么荒谬了。当然普京也清楚，俄军能攻下整个顿巴斯地区的可能性不大，而且俄军伤亡也一定会非常巨大。不过俄国在历次战争中的一个传统优势就是，他们不在乎自己军队的伤亡数量。普京认为，目前俄军在战场上处于上风，正缓慢地向乌克兰一方推进，而且俄罗斯的人口是乌克兰的4倍，国土面积和资源是乌克兰的10倍。在大国和小国的博弈中，大国用时间就可以耗死小国。因此普京认为，在这场战争中，俄国是有时间上的优势的。目前俄罗斯一方找各种理由推迟普京和泽连斯基的直接会谈，根本原因就是普京上述的考量。那些长期恨川普的人总习惯用川普很愚蠢这个简单的视角来解读川普各项决策。虽然川普在俄乌和谈这个问题上展现出理想主义的状态，但是川普并没有完全低估和谈的难度。川普在8月18日突然要求在美俄乌3方首脑会谈前加入一个俄乌首脑的双边会谈，
那个决定就是在给川普他自己的国际威信买一份保险。8月15日，川普和普京会面后，大家都以为8月18日川普和泽连斯基谈完后，下一步就会进入美俄乌三方首脑会谈阶段。但是8月18日，在和泽连斯基以及欧洲领导人会谈结束后，川普却突然宣布，在三方会谈前，普京和泽连斯基之间应该先安排一个双边峰会，把随后三方和谈的关键框架给定下来，特别是有关双方领土交割的问题。现在看来，川普额外要求的这个俄乌双边会谈，果真逼出了普京想在和谈中拿到更多筹码的这个真实想法。如我们前面分析的，要修理普京这个想法，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办法让普京和俄罗斯更深刻地感受到战争的痛苦。川普周四的推文首次公开提出必须允许乌克兰攻击俄罗斯本土。川普的这个声明显示，川普其实已经清楚看到了，是需要加大修理普京那边的力度了，而且这个说法本身也是在向普京暗示他的不满。其实川普的这个说法正是乌克兰近期在加强干的事情。当俄军在战场上的伤亡不足以让俄罗斯感到痛苦时，乌克兰最近开始对俄罗斯的命脉产业、能源产业发动了一连串猛烈攻击。俄罗斯是个产油国，最近很多俄罗斯边疆区却出现了汽油荒。俄罗斯远东的滨海省的加油站前最近排起了几公里长的车龙。同时，俄国的汽油和柴油批发价也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什么原因？主要是因为乌克兰采用了新的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的策略。过去，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多是零星的、一次性的。成功攻击某个炼油厂后，这个炼油厂会减产，但是单一炼油厂占俄罗斯总产能的比例最大也不超过 5%， 而且几周后被损害的设备就会被修复，所以那些零星攻击对俄罗斯经济没有什么显著影响。最近，乌克兰改变了策略，开始对俄罗斯炼油厂实施无人机协调打击，同时针对多个大型炼油厂实施打击。截止目前，造成高达 14% 的俄罗斯总产量因为乌克兰的攻击而被迫停产，这就不是一个俄罗斯能够忽略的比例了。因为俄罗斯一贯优先照顾莫斯科、圣彼得堡这些大城市的用油，那些俄罗斯远东的边缘省份就出现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汽油荒。而且乌克兰还特意选择那些依赖西方设备、软件和催化剂的那些炼油厂作为攻击目标。因为西方的经济制裁，俄罗斯只能从中共国寻求替换产品，但是用中共国产品替代西方部件，往往需要对整套设备进行结构性改造。结果是，一旦乌军打中一些关键设备，就会造成这个炼油厂停工数月。另外，欧洲目前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尴尬是，一方面欧盟在那儿信誓旦旦地声讨普京和俄罗斯，在讨论第19轮对俄罗斯制裁，但另一方面，光是去年1年，欧盟就从俄罗斯直接进口了价值230亿欧元的油气，这还不算那些欧洲从印度买的柴油，大家都心知肚明，那些印度柴油都是印度从俄罗斯买的原油炼成的。所以归根结底，普京的这部战争机器最后的一个大金主，居然是那些总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讲话的欧洲各国。泽连斯基心里非常清楚这一点。在川普鼓励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几个小时后，泽连斯基就发表声明呼应说，普京除了实力和压力什么都不懂，发誓以后会继续往俄罗斯纵深打。就在同一天，乌克兰的无人机真的轰炸了一条连接俄罗斯和欧洲的全世界最大的石油管道。在这次攻击中，乌克兰把无人机和美国的海马斯火箭弹一起用上了，把这个石油管道的一个关键泵站给炸瘫了。而这条管道是中东欧的能源大动脉，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全国的能源供应100%靠这个管道。德国东部包括首都柏林和国际机场也依赖这条管道的原油。这已经是乌克兰第3次轰炸了这个输油管道了。
匈牙利总理奥尔班用充满委屈和愤怒的语气在网上控诉乌克兰。我们匈牙利给乌克兰送电送汽油，他们倒好，反过来炸了给我们输油的管道。对此，川普的回应非常有趣。川普说：“维克多，我对此也很生气，你是我的好朋友。”川普这是什么意思？我好像没有从这个回复中看到川普警告乌克兰以后别这么干的意思。按照此前川普政府的公告，因购买俄罗斯能源，美国对印度的25%二级制裁关税将于8月27日正式生效。原本我猜想川普会在生效前以俄乌和谈进程顺利为借口取消这个严重影响美印关系的制裁关税。现在这个美印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它的出路就不那么简单了。其实美国对俄罗斯的这些二级制裁对俄罗斯的作用是间接的，但对美国国际关系的影响却是非常棘手的。再参照欧洲各国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架势，如果2周后俄乌和谈依然停滞，我反倒期望川普宣布美国从此对此事躺平。其实美国对俄乌战争能做的非常有限，如我前面分析的，让战争双方停下来的几乎唯一办法，就是交战双方都感觉到他们已经被折磨到了彻底精疲力竭的地步。俄乌和谈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下面我们来聊聊火出圈的美国经济以及美联储9月可能降息的话题。8月22日星期五，美国股市再次全面大涨，道琼斯指数更是飙升至历史新高。推动美股大涨的因素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8月22日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市的一个讲话。华尔街对他这次讲话的基本解读是，鲍威尔终于不再跟川普硬刚了，放出了可能在9月降息的信号了。华尔街多个分析师都发表了对鲍威尔讲话的解读，认为他这个演讲展现出一个鸽派姿态，对未来美联储政策转向提供了一个框架和理由。鲍威尔的演讲逻辑层层递进，非常严谨。鲍威尔以回顾过去1年美国的经济状况开场，他首先为美联储的政策辩护，对川普政府的攻击进行了一些反击。他提醒听众1年前的通胀有多高，此后又放缓了多少，并顺势点出美联储为此降了多少息等等。他还提到，在川普政府各种财政政策如此不确定的情况下，美联储要校准货币是多困难。随后他话锋一转，提到7月份美国就业数据。鲍威尔提出2点：第一，7月份他采取鹰派立场是基于当时的数据；第二，鉴于美劳工统计局近期的修正数据，事实变化了，他的观点自然也跟着变了。鲍威尔的这个论述完美吻合了我在8月2日节目中对劳工统计局此前把就业数据虚高90%对美国经济和政治的伤害有多大。也就是鲍威尔把他7月份顶着川普坚决不降利率的责任完全推到了川普的劳工统计局的身上，是你的数据让我当时那么解读的。不过鲍威尔同时也表示，他并不是立刻就担心美国劳动力市场从此会断崖下跌，他只是说劳动力市场下行的风险在增加，但这个风险还没变成现实。他在演讲中原话是，就业下行风险正在增加，一旦这些风险成为现实，就可能以裁员急剧增加和失业率上升的形式迅速显现。鲍威尔这么说大有深意，这是他给自己9月份继续不降息留了一个后门。他这是在暗示，如果他在9月份发现就业下降的风险减弱了，那他可能继续选择维持利率不变。因此也有华尔街分析师说，8月22日周五的市场大涨有过度解读鲍威尔讲话的鸽派信号的嫌疑，而忽略他讲话中这些鹰派信号。鲍威尔阐述了他对就业市场看法的转变后，又引出了一个他对通胀更温和的观点。鲍威尔指出，川普的关税会引发通胀，但他把语气随后又缓和下来，表示关税导致的通胀更可能是一次性的，而非长期持续的通胀，
不过他又补充说，关税引发的一次性通胀也不意味着会一步到位，暗示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在未来一段时间都会上升。鲍威尔的这番关于关税的说法，实实在在做到了八面玲珑，把鲍威尔演讲解读为鸽派信号的人认为，这是鲍威尔在给大家打防御针。如果美联储9月份真的降息了，然后消费价格指数随后出现一段上升的现象，那很可能是川普关税引发的一次性通胀的持续效应，而不是他降息引发的。有分析师因此解读说，鲍威尔这是在告诉大家，美联储知道接下来几个月的通胀数据可能会很难看，但大家别大惊小怪，美联储心里有数，会暂时忽略未来出现的一段通胀现象，也就是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的政策重心已经悄悄从抗通胀转移到了保就业上了。不过说完上述八面玲珑的话后，鲍威尔没有忘记给自己又买了一份反向保险。他补充了一句说，如果通胀预期回升，美联储将改变这一策略和看法。这话是滴水不漏，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讲话了，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联储沟通艺术秀了。最后，鲍威尔抛出整个演讲的点睛之笔。鉴于政策已经处于限制性区域，基本前景和变化的风险平衡可能需要我们调整我们的政策立场。把鲍威尔这段弯弯绕的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美联储不准备再和川普对着干了，我们要降息了，美联储政策的偏向要从抗通胀转到保就业了。在我之前的节目中提到了，川普此番上任后，同时开辟了国内国外6大战场，和美联储的博弈就是其中一个战场。但是如果鲍威尔真的从此选择以保就业为主，走上降息的轨道，那么川普在这场和美联储的博弈中，最终还是得到了他想得到的。当然，这个结果绝对是神助攻的结果。不过网上也有人对美联储未来走入降息轨道感觉有些担心。目前美国的很多投资领域都进入了火翻天的状态，股市、股票回购量、房市、加密货币等资产都处于不断创历史新高的状态。如果美联储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进一步降息，这些资产会不会因此被推到天上，而出现泡沫破裂的风险？对此我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好在那是下一步的问题，目前我们关注的主要还是9月份联储会不会真的开始降息的问题。聊到了美国经济，我想起我已经很久没有聊中国经济了。不是我没有关注中国的经济现状，主要是我看到的中国各个层面的数据和现象大多让人揪心，也就是不知从何谈起。当然也有人会说，目前中国股市很火呀，过去10年在不同时期被套牢的人很多现在都解套了，而且这个股市还有一路高歌猛进的势头。习惯了美国股市长期上涨属性的我，对中国股市是一直不敢涉及。光看中国股市的曲线就太奇幻了，大部分时间是半死不活的。但要是神经起来，那绝对是瞬息万变，暴涨暴跌。但要谈中国目前的实体经济状况，千头万绪，又不知从何谈起。干脆这样吧，这里我和大家分享3个最近我从 X 平台上看到的3个真实的中国当代故事，希望大家听完后在节目下面评论区分享一下你对这些故事的想法。那么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姓王的财经博主在 X 上分享的。这个老王说，他凌晨在上海订了一个网约车，随着司机一踩油门，司机的话匣子也打开了。这位网约车司机告诉老王，他现在处于穷途末路的状态，他房子的按揭已经逾期好几个月了，他信用卡上的账也拖了几个月没还了。主要原因是今年他网约车的生意像是被人掐断了脉络一样，突然就进入了断崖式下跌的状态。回想起来，2024年还凑合，没想到2025年就遭到这个地步。前一天他忙了一整夜，他一算，扣掉租车费、充电费和吃饭钱，口袋里居然就只剩下21块钱了。
他说，现在唯一让他感觉欣慰的是，他房屋贷款的银行态度是出奇的温柔，对他按揭逾期根本就不催，只是隔三差五的很和气的给他打个电话，问他近况如何。老王一时脑子没转过弯，就顺口说了一句：“我听说上海司机收入还行啊，一个月总有万把块钱的收入吧？”司机轻轻回了一句：“你那是去年听的吧？”老王愣了一下，想了想，还真是去年和人聊天时听的消息，没想到1年的变化就这么快。司机又补了一句：“我这种情况不少见，我身边不少人都在逾期，大家都这么扛着。”那么第二故事是一个 X 平台中微分享的，最近他才知道的发生在他西安表妹身上的故事。笔者说，今年他才从北京表姐口中知道，中共铁拳竟然砸到他西安表妹头上的事情。原来这个西安表妹这些年一直把钱投到一个陕西国债，然后累计竟投了650万之多，几乎倾尽了他所有的身家。今年3月份，他投资的那个项目突然爆雷，在一夜之间，他表妹就血本无归。他表妹当初之所以敢把毕生的积蓄都投到这个项目，就是因为他看见这个国债项目是陕西省政府背书的，而且这个国债项目承诺的回报率也不太高，只比当时银行利率高一点，因此他表妹感觉还是比较靠谱的一个投资项目。但万万没想到，这个国债一爆雷，陕西省政府就开始甩锅，说这不过是国企债券，不是什么真正的国债，与政府没关。短短1个月的时间，他表妹的头发就白了一半，耳朵还暂时性失聪了。后来他表妹多次试图去北京上访，每次没到北京信访办就被拦截住了，然后就被遣送回西安。一件事儿就把笔者表妹的余生给彻底毁了。我在网上用陕西国债暴雷作为关键词，简单搜了一下，真的找到一篇大纪元在5月份报道的一个叫经纬国债的陕西国债在今年3月底暴雷的报道。那么第3个故事是一个姓陈的海外中文节目主持人在 X 上分享的。陈先生说，前些日子在曼哈顿有群朋友聚会，去了好几个教授，其中一个是常年需要去中国讲学的名校教授。中国与他们学校有合同，让这个教授时不时去中国做个简短的演讲，谈美中教育交流之类的话题。这个教授透露的信息是，现在中国大学的很多教授都不做学问了，蜂拥研究习近平思想。那些研究项目的全名都很长，一般都是什么习近平什么中国特色的什么思想了等等。项目的钱可不少，一个项目一般都可以拿80万。大家还提到北大那个林毅夫，最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个大块头文章，就是这类研究项目的一个成果。我在中国网上查了查，真的看到人民日报在8月12日发表了一篇林毅夫的巨长的文章，标题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是扎根中国、放眼世界、引领未来的科学理论。文章最后赫然有一个备注，是本文系全国政协办公厅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研究课题的成果。在当今中国的大背景下，这些故事都非常普通，甚至可以用微不足道来描述它们。但一叶知秋，这3个普通故事让我从不同层面和角度体会到目前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最近在中国的技术和商业圈里，很多人都在提一个词儿，叫出海。不同人给这个词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但是都是中国人试图从当今中国社会挣扎出头的努力。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